老板给我5000块，让我负责公司200多人的年会，威胁我如果办不下来，让我直接走人。我马上联系了在农村搞丧葬队的表弟，吹拉弹唱一条龙。老板看到舞台上2个浓妆艳抹、穿着清凉的妹子头发甩得飞起的时候，脸都黑了。好戏还在后头呢，瞧好了您嘞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马上就过年了，老板找到我，今年公司情况不好，但是我想着年会不要停，这里有5000块，今年年会你来负责。老板，我们公司200多人，平均一个人20来块，去夜市吃地摊也不够啊。你尝试了吗？没尝试之前不要给自己设限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你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考验。对于这种扑啊，我本来不想理。老板接着说，如果完不成，你怎么证明你对公司有价值呢？说完，意味深长地朝我笑了笑。老板的算盘珠子已经崩到我眼睛上了。年终提成是3月发，我的提成算下来有10多万。如果年前兵不血刃地把我干掉，这笔钱就可以给 Stellar 买几个新包了。哦，对了， Stellar 是他的秘书，私人秘书。去年的市场部经理是被老板逼着去找一个破产的客户回款，没有完成离职的。据说市场部经理得知客户已经要在提篮桥监狱度过余生的时候，回来把老板骂了一通，摔门走人。Stellar 过完年就多了几个新包。今年到我了，老板换了个玩法。按照往年，公司200人，年会预算差不多500每人，这么算下来，恰好是我今年的提成。我有点怀疑老板是不是算过，想让我自掏腰包给公司搞年会。当我走出老板办公室的门，发现几个部门经理都站在门口，朝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，仿佛在目送一个即将上战场的敢死队员，有点兔死狐悲，谁知道下一个是谁。采购经理王浩走到我跟前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兄弟，你坚持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争取坚持到3月份拿年终奖。坚持个屁，给我5000块让我搞年会，坚持不了啊。王浩听了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，就这么直接吗？20块每个人，你要带着我们去夜市吃个冰粉吗？估计加料就不够了吧。还要求要有乐队，有节目和正餐，配酒水，抽奖。几个经理都瞪大了眼睛，张大了嘴巴，动作整齐划一。白经理，老板这是把你当哆啦梦了吗？不知道，也有可能把我当成抱金币的老登。正当众人唉声叹气的时候，行政部的经理张静突然说，其实也不是不能办，大家一起努力，我觉得也能办成功。大家赶忙围着张静，看看他有什么好办法。张静清了清嗓子，现在不是流行平替文化吗？这点钱肯定去不了大酒店了。我跟物业公司商量一下，办公室1楼大厅有一大块空地，让我们免费用1天，既省钱又温馨。张静说完，王浩马上接着表态，我可以去供应商那边画个圆，让他们赞助一些奖品，但是印着人家公司 logo 你们也不要嫌弃，抽奖的奖品我来负责。IT 经理也表态，公司电信宽带和手机充值账户上还有积分，能换一些米面油，我去换一下，发给大家当个伴手礼。财务经理也表示，每年开户的银行也送米面油。几个经理这么一说，这个事情似乎出现了一点转机，最起码场地有了，给大家搞点米面油当做伴手礼没啥问题了。其余的5000块，我可以去解决团年饭，还有现场布置和乐队的事情了。谢谢大家，要不是你们给我出主意，我真的无从下手。我们也只能帮你到这了，剩下的事情的确爱莫能助了，你自己保重吧。说完，几个经理各自去张罗自己的事情去了。我开始在网上看能不能找到便宜一点的餐饮店。当然，就这个预算，稍微有门脸的饭店人家指定不愿意来，所以只能找附近那种没有门面房，专门做外卖的店铺。饭店一听要20多桌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。
当我说出预算5000块是总共20多桌，他们愣住了。当我说还要加酒水饮料的时候，他们直接挂了电话。磨蹭了好久，终于有一家愿意跟我继续谈，但是怎么算都不会低于2万块。我想了想，自己掏了也不是不行，毕竟安安稳稳的到了3月份，拿到提成这点也算不了什么。老板的目的既然是要逼我走，我必须得表现出来完全没有办法搞定这个事情，还得去跟老板要预算，否则谁知道他会不会搞什么其他的幺蛾子。老板，我算了一上午，怎么算5000块的预算都不够，你看能不能加点？毕竟200多人，人均20多块实在是有点不够啊。老板皱了皱眉头，白经理，看来你是不懂我的意思，这对你是个考验，如果预算充足了，谁都可以办，为什么会让你去办呢？如果你办不妥，怎么证明你是一个对公司有用的人呢？可是，老板，这缺口实在是太大了，我怎么想办法也完不成啊！别找那么多理由了，我就问你，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干？看老板似乎要露出真面目了。也能干，大不了自己贴一点。老板似乎对我有这么高的觉悟很满意。白经理，也不是说为了让你掏钱，就是想着公司今年情况不好，大家需要戮力同心，共克时艰，不要老想着公司能提供给你什么，要多想想你能给公司提供什么，尤其公司困难的时候。好的，老板，我再想想办法，还有个事要找您商量一下。大家都说年会没有抽奖什么的没有气氛啊，您看你们几个高管能不能赞助一下？没问题，这也是我们该做的。老板这么大方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我都怀疑自己是听错了。结果他下一句话我直接想骂娘，一等奖就写成可以和我共度良宵，说完还一脸贱笑，看得我恶心。白经理，你别理解错了啊，共度良宵只是我的一个小幽默，这样巧妙的设计显得有节目效果。真实的意思是可以一起吃个晚餐，或者你写个感受老板的快乐，能在我办公室坐1个小时。幽默你妹啊，都油腻的快流出来了。看着没什么油水，我只得默默退下，反正我的目的也不是真的让他提高预算，只要苟到明年3月拿了提成就行。可惜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苟就能苟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王浩就找到我，抱歉，老白，老板听说我们几个帮你想办法了，昨天打电话把我们骂了一通。他这也管得太宽了吧，又不是拿公司的钱。他说我们几个画原来的东西都是公司的资产，那些米面油拿回来必须上交公司，当做年终奖发给大家。我算是开了眼了，年终奖发电信积分兑换回来的米面油，意思就是今年年终奖不发了呗。我有点后悔了，要了一堆免费的东西回来，把大家年终奖给整没了。老板也够狠，几桶免费的米面油就把员工的年终奖打发了。不过物业提供的免费场所他倒是没有说什么，你可以继续用，其他的东西可能你要自己想办法了。说完，王浩就要走，到门口了，突然回头跟我说，老白，有个事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没事，王浩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。老板肯定是铁了心的赶你走，就算你自己掏钱把年会办完了，他还会整其他幺蛾子啊，你自己想想有没有必要这么折腾了。王浩这么一说，突然提醒了我，老板的目的是赶我走，省了我的10多万的提成，5000块搞年会只是其中一个手段，如果实现不了还有其他手段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掉进了老板预设的陷阱，先设置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逼着你想办法去完成，要么你一气之下主动离开，要么没有完成后以你工作能力不行，逼着你离开，让你始终在这个怪圈里内耗。可是这个要求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啊！我心里释然了，我就不应该接这个工作，反正到最后都要走到撕破脸这一步，何必为难自己呢？我打算去找老板摊牌，而且年终提成他肯定不能少了我的。正当我打算敲门找老板的时候，我表弟打电话过来。这通电话让我马上想到一个办法，彻底出了口恶气。
表弟姓白，在农村搞了一支丧葬队，吹拉弹唱吃饭一条龙服务都有。虽然搞的都是白事，但是跟年会的流程差距不大，最关键的是收费低，一套流程下来也就几千块，跟我老板的预算完美契合。我都怀疑老板的真实意图可能并不是让我走，而是激发我的思路，让我找个丧葬队。我打电话问表弟，年会能不能搞？哥，你别逗了，我们就是农村丧葬队，你们那个年会太高大上了，我心里慌。能做饭不？能。有乐队没？有。能不能布置会场？能。有没有节目？有。表弟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他失去了多大一块蓝海业务。哥，你这么说，这个事我的确也能搞，感觉你们的流程还不如白事的流程复杂呢。表弟的思路也彻底打开了，我趁热打铁咨询他们的费用。一桌子菜最便宜多少钱？我算一下，土豆丝、土豆片、炒豆芽、炒白菜、炖萝卜，送个紫菜蛋花汤，算下来也就50块左右。不过这也只有穷人家才点这个套餐，我才不管穷人还是有钱人点这个，心里马上默默算了一遍，大概20桌，合计也就1000多，符合预算。饮料和酒水我去批发市场买点，反正就是雷碧、康帅傅长成啥的，一般人也看不出来，不超过1000。现场布置也得花点钱，我们那个充气拱门都是白色的，得买点红布包起来，要不然有点瘆得慌。乐队和跳舞的姑娘我手下都有，给你最低价。安排的差不多了，表弟奸笑着说，要不要攒进的节目？只要加300块，能全脱光。别，违法犯罪的事情咱不做，正常的乐队和跳舞就行。这么一算，5000块搞的吃的、场地、餐饮、娱乐节目都齐了。老板，是你先惹我的，不要怪我。马上就要到开年会的日子了，老板叫我去办公室，问我进展怎么样。白经理，年会都还顺利吧？挺顺利的。听了老板的话，我把思路打开了，觉得以前自己给自己设限了，总是先想困难，先想公司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。我这么一说，老板倒是有点不自信了，毕竟他的首要目的还是让我知难而退，自己离职最好。没想到我居然接下来了。专业吗？团年饭、酒水、乐队、节目都有吧？放心，老板，我找了专业第三方，人家一年好多场活动呢，最多500-600人的活动都搞过，而且是吃喝玩乐一条龙，都不用公司员工出节目，员工们可以安心加班。经费怎么样？够吗？放心，老板，不够我自己想办法，不会让公司多掏1分钱，这是公司对我的考验。我这么斩钉截铁的回答，把老板干沉默了。我以为他有点愧疚，结果这个老邓又说话了。白经理，这才是一名合格的员工，要始终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看来没把我弄走，多少有点失望。不过最起码让我负担了年会的开支，他应该也算满意了。当然，既然报复，我肯定要整到位。对了，老板，客户要不要也一起邀请过来？行，跟客户多互动也是好事，顺便看看物业和管委会的人能不能来。没问题。他以为他可以拿捏我了，拿我的钱请人装大方。我也希望人越多越好，毕竟出丑的又不是我，反正我也不可能留下了。终于到了开年会的日子，表弟开着小卡车，拉着道具，中午就来了。我还看见车厢里面放了几根哭丧棒。你拿这玩意儿干啥？抱歉哈，上家用完不小心放这儿的，赶紧收起来扔了，晦气。表弟带着几个小伙子，马上就开始把那些充气的拱门给立了起来，上面的白花全部换成了红色的。除了拱门顶部的2只仙鹤看着有点碍眼，其他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本来想让我表弟把那对仙鹤拆了，但是和拱门是一体，表弟也不愿意。你们年会1年就这一次，人家白事就过年这几天都10几家呢。最后我让把他们做的公司年会的横幅贴到仙鹤外面遮起来。不一会儿餐车也到了，
小伙子们都是熟练工，没多大一会儿，20多张餐桌就摆好了，餐车的食材和灶也支起来了。表弟跟我说，一般来说，他们乐队站在拱门两边，客人来了，孝子跪在两边磕头，他们就奏乐。我让他们把这个步骤省了，等我们吃饭的时候演奏一点欢快的音乐就好。当然，老板入场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演奏一段。由于阵势太大，楼上其他公司的人都跑来看热闹，还以为附近村子谁家老人去世了，在楼里租了个地方办白事呢。看到架在2只仙鹤上面我们公司的横幅，才意识到这是我们公司的年会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几个大客户和物业管委会的人也都接到邀请，一起出席我们公司的年会。几个经理提前来看场地，悄悄问我，白经理，你这搞的是不是稍微有点寒酸了？5000块的预算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们几个一副迫不及待想要吃瓜的表情，给我加油。白经理，好样的，加油！好戏马上就开场了。老板带着客户一起步入会场，表弟的乐队马上开始奏乐。我听着多少觉得有点过于舒缓，就把表弟叫来。表弟，你这个节奏有点慢啊。职业习惯，快了怕被别人打，我跟他们说说。客户在稍微有点欢快的长号、电子琴、大鼓的声音中顺利入场。斯勒问我，人家乐队不是萨克斯、钢琴和吉他之类的吗？你这有点 low 啊。我这属于中式乐队，新潮流。说完我心里还琢磨，你就知足吧，我已经让我表弟把唢呐手撤掉了。老板带着客户坐到最前面的桌子上，看了一下塑料板凳以及有点摇晃的桌子，脸色明显不好看了。几个大客户本来跟老板有说有笑的来到场地里，在乐队的伴奏中经过拱门的时候，感觉就开始皱眉头了。等着表弟的土豆、白菜上来后，脸色有点绷不住了。最后雷碧长成干红和红双喜上来后，直接开始摇头了。老板也坐不住了，走到我跟前，怒气冲冲地喊，白经理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没有啊，5000块的预算，这个标准已经很不错了。我表弟给我打了个8折，要不然连酒水都不够了。你是想让我当众出丑吗？客户、管委会的人都在你也不嫌丢人。我有什么好丢人的？5000块办成这样，我觉得很骄傲了。你让别人办还不一定有这个效果。老板恨得咬牙切齿，但是已经到这一步了，他也没有办法。谁让他太自信，觉得我会被他拿捏呢？这样，你问问你表弟，看能不能加菜。老板，不用问，我表弟早就把菜单给我了。说完，我就把表弟提前准备的菜单掏出来。不过，这些菜不在人家包的餐单里，如果要单点的话，得加钱。老板看了看我表弟和5星大饭店价格一样的菜单，指着我，你表弟心够黑啊。我心里琢磨，跟您比还差一点。老板也无奈，只能硬着头皮把团餐的标准提到了1000多块，酒水饮料都成了大家都认识的品牌。这么一通操作，预算直接到了2000块一桌。我表弟很高兴，马上就去隔壁菜市场买材料，然后跟我说，表哥，你这一单比我干1年都强，明年我还来。明天我就被干掉了，还明年。老板看大家都在议论，感觉面子上挂不住了，拿起话筒开始讲话。各位员工、客户、领导们，这是我跟白经理故意设置的一个环节，叫做忆苦思甜。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，根本没有钱搞年会，甚至好一点的饭店都去不起，只能在路边吃这些便宜的菜。今天主要也是让大家体会一下当年创业的艰辛。真好意思，一起陪你创业的人都被你赶走了，在这假惺惺的干什么？表弟手下的厨师还是很猛，不一会儿，所有的菜都配齐了，宴会也开始了。虽然设施简陋，但是好在饭菜的确还不错，大家慢慢的也开始接受了这个年会。表弟忙得差不多了，过来跟我说，节目可以开始了吗？整吧，一边吃饭一边欣赏节目也挺好的。行，哥，你等着，弟弟今天一定让你开开眼。说完，我表弟一吹口哨，车上下来2个美女，直接走上舞台，马上
劲爆的音乐也开始了。两个美女上台就开始一边甩头发一边脱，最后只剩下内衣内裤，跳着跳着还到台下跟观众互动。幸亏没听表弟的，加那300块，否则真的玩完了。老板和客户在第一排首当其冲，我都看见美女的头发甩到客户的脸上，客户一脸大无语的表情。不过公司的男员工们嗨了，纷纷表示要互动。这劲爆的舞蹈加上2个热舞的美女，整个气氛嗨上天。不过老板的脸却越来越黑，眼神似乎要吃了我。客户和管委会的人一个劲地摇头。如果眼神能杀死人，我早被他杀了。不过我一点都不害怕，他要撕破脸，我肯定跟他撕到底。毕竟在客户和管委会的人面前丢脸，我一点都不怕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把我叫到一个角落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你他妈！”没等他说完，我马上还嘴：“你他妈骂谁呢？你的5000块是美金啊！你的脸大啊！就让我办200多人的年会。”老板看我豁出去了，摆了摆手：“行行，算你狠，能不能让他们先停了？我丢不起这个人。”还知道丢人呢？这才到哪？好戏还在后头呢，您看好了。我走上舞台，让跳舞的停下来，然后宣布：今天晚上最重头的节目抽奖环节开始了，奖品由老板亲自提供。我很早就散布出消息，今年的年会大奖绝对超级重磅，所以员工们都跃跃欲试。王浩迫不及待地第一个冲上台抽奖，这小子运气真好，直接抽了个特等奖。只见他振臂高呼，以为自己这下发达了，毕竟是老板亲自提供的。但是低头看了一下奖品，吓得不敢说话。抽到的纸条上写：感受老板的快乐，和 Stellar 共度良宵。老板怒视着我，像是要把我吃了。Stellar 哭着跑出会场。这是老板专门设计的一个小幽默，为了增加晚会的效果，真实奖励是可以跟 Stellar 共进晚餐。老板想说什么，但是这都是他在办公室跟我说的原话，我也是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，只是共度良宵的人换成了 Stellar。 全场死一般的沉寂。王浩尴尬地站在舞台中间，我走上去：恭喜你，王经理，请和 Stellar 协商换取你的特等奖。王浩在我耳边说：哥们，你不是要害死我吗？别担心，你算是运气好的，等着看吧。又有一名员工上台抽奖，也是特等奖，不过奖励是抽老板20个耳光。我念完以后，老板终于绷不住了：你他妈给我滚下来！你才他妈的呢！一天天的压榨员工，辛辛苦苦1年了，年终奖都不给发，拿电信积分兑换了点米面油，就想打发我们。Stellar 一个包4-5万，开个年会只给5000块，200多人呢，你让我们蹲马路边吃冰粉吗？我他妈早就受够了。客户和其他员工听得目瞪口呆，我看客户和管委会听得站起来，拍了拍老板的肩膀：你们自己的事情，我们外人不方便参与，你自己处理吧。说完扭头走了。员工们也都上来把我拉下去，没必要消消气。老板看他的面子被我扔地上踩，还想挽回：你牛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被开除了。好，我录了视频，明天就去公司办理离职，记住了，我的提成和裁员补偿你别想着赖掉。说完我就离开现场，留下一群在风中凌乱的员工。第二天，我拿着表弟开出来的6万多发票找到财务。财务找老板，老板说不是他请的，谁找的他们谁去付钱，这是想让我掏这6万呢。我又找到 HR， 说是被老板开除了，属于非法裁员，需要拿2N 裁员补偿。HR 一脸为难地说：白经理，你跟老板神仙打架，就不要为难我们这些小虾米了，老板说了让你去告去。跟我来之前想的一模一样。我马上打电话给表弟，让他们可以开始了。刹那间我就听到表弟的乐队在楼下开始吹奏了。昨天热舞的2个妹子直接开始拿大喇叭喊：不要脸的老板，欠钱不还。表弟把昨天裹在拱门外面的红布全扯下来了，拿着那些道具就往我们办公室冲。2个保安想拦住，可惜
他们哪是那些小伙子们的对手？3下5除2，两只仙鹤已经到了老板门口。老板气得快要吐血，着急忙慌地打电话报警。表弟带着人直接坐到公司地板上。你随便报，我们合法讨债，谁来了我们也不走。不一会儿来了2位民警。听我表弟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叙述完后，警察叔叔也有点同情他了，把老板叫来。你开这么大公司，饭都吃了，为什么为难这些农民工兄弟，不给人家付钱？老板还在狡辩，又不是我请的他们，是旁边这个姓白的请的。那这个姓白的是不是你公司员工？昨天还是，现在不是了。别说那么多，昨天是他就是代表你们公司，你吃了人家的，给钱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老板昨天被当众羞辱，如果给钱，就相当于花钱请人来侮辱他，所以怎么也得死扛。他们要是不服，去法院起诉，我等着呢。2位叔叔看老板这个样子，也有点生气。这样，既然你不想解决，人家来这里要账也合情合理。说完，跟我表弟说，只要你们不打人，不影响他们正常工作，就不违法。说完，转身就走了。有了警察叔叔的支持，表弟更加放松了，直接拿着2个哭丧棒站在公司门口。老板坚持了3个小时，被表弟吓走了2波客户后，他妥协了，让财务把钱付了。表弟拿着钱过来问我，哥，要帮忙不？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，挺暖和。你要钱不犯法，帮我就犯法了，赶紧回去吧。表弟拿着钱高高兴兴地走了。我找到 HR， 把录像给他看了一遍。我也不为难你，这是老板昨天说的，好几个同事都录到了，我拿着这个录像去仲裁，一仲裁一个准。白经理，我也知道，但是你昨天做的太过分了，老板肯定咽不下这口气，等他气消了，我去给你争取个 N+1。不，我想你搞错了，我的要求是2N， 是老板非法裁员，按照法律要求必须是2N， 还有就是我的年底提成，这个必须100%发放给我。我看 HR 为难的样子，知道老板现在恨我恨得牙痒痒，再给我几十万，那不比杀了他还难受吗？按照劳动法的确是这个规定，但是你跟老板闹得这么僵，他肯定宁可多掏钱也要耗着你啊。没关系，劳动仲裁、法院起诉、1审、2审、执行，这几个环节我都做好准备了，无非就是1年多的时间而已，我陪着他。HR 经理一听，知道我都调查清楚了，安慰我说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找老板谈谈，看看能不能协商解决。没事，起诉的同时，我还会打电话给消防、税务、社保、工商。白经理，没必要做得这么绝吧？等等，还没完呢，还有所有的客户，让他们看清楚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先别急，我找老板去谈谈。说完，转身去找老板了。我在后面补了一句，资料都准备好了，下班前老板不同意，我马上就开始行动。不一会儿 HR 经理出来了，悄悄地给我竖了个大拇指，白经理，你厉害。老板真的是纸老虎，外强中干，色厉内荏，昨天还一副要置我于死地的样子，这会儿就软了下来，其实也能理解，毕竟我这一套丝滑小连招够他喝一壶的。搞定了赔偿，我在办公室开开心心地跟大家告别，老板看到后让保安马上把我赶出去。无所谓了，反正拿到钱了，我也不想看他的那副嘴脸。半年后，我早就到新公司上班了。王浩打电话给我，老白，跟你说个事。什么事？你年会特等奖兑奖了吗？跟 Stellar 共度良宵的感觉怎么样？别逗了， Stellar 早就走了，是客户那边的事情。哦，客户还想参加公司年会吗？没有，公司估计快倒闭了。客户觉得老板没有格局，每次都嘲笑他开个年会请了办白事的丧葬队，慢慢就减少合作了。公司现在已经入不敷出，我是想问问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机会。倒闭了才好，我倒不介意带着表弟给公司办个葬礼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